巴拿馬呢開到中國去的船只，因為這個攬貨的情況非常大，通通都限制出海啊，來調查各方面的航程的興起啊，就出現了大麻煩。那這樣麻煩的話呢，那其他船公公司啊，就是經不起這個成本上的損失，所以呢就要換那個耕駐地啊，只要一換旗子那就沒事。就是中国給這個巴拿馬使絆子，長江合記的話也透過法律制裁，他們的要求賠償20億，任何只要有關於巴拿馬進來的什麼香蕉啦、咖啡啦啊，都想都不要想啊，大陸也都不要了啊，都不要的話呢，这個巴拿馬呢馬上就感覺到他原來呢盡心盡力為了承歡於美國所做的這一套的話呢，美國的話呢也沒有理。美國總統川普突然間在這個時候落下了一個重話，他說絕對不會讓中國大陸去接管巴拿馬運河。這背後我們來看到是說，表面上好像是在跟中國嗆蝦，但是背後被視為是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現在全球港口布局感到不安的一個戰略訊號。因為呢，我們來看到不只是川普感到焦慮，巴拿馬總統也很焦慮啊。他現在指責了，因為呢已經造成了巴拿馬的这個經濟上的重挫。他指責中方說，對到港的船舶，也就是巴拿馬相關的船舶的這個國家呢，展開了港口國的監管制度檢查。那麼對於巴拿馬來說，有非常重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就看到他話一說完，中國駐美國的大使謝鋒是立刻回向了總統。他說：“我們中企從1997年開始就獲准經營巴拿馬運河兩端的港口，30年之間我們合作的都非常的順暢。怎麼在今年你突然間判決，突然間沒收接管，把我們給驅逐出境？”他說：“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就是一個政治上面的操作手段啊！你巴拿馬今天契約想撕就撕，經營者想要驅逐就把他驅逐，還有誰未來敢來跟你們合作？還有誰未來敢跟你們一起來做投資呢？”中國的反制確實現在是直接影響到了巴拿馬的命門，包括了衝擊巴拿馬運河的經營、港口、船籍跟國際信用。中國大陸這一次最新是祭出了一共是3大招的反制，趕快帶觀眾朋友來看到細節，因為對於巴拿馬來說有非常嚴重的衝擊。首先第一個就是針對於巴拿馬的這個船舶、船運來做打擊。中國大陸這個時候加強港口國的監督檢查。那麼這邊也做了一個統計哦，3月份扣留了巴拿馬籍的船舶一共是92艘，4、5月份一共是達到了274艘，較去年全年的251艘更多。當然，影響這些船舶必須要再多付額外的費用，像是這個保險費用、營運成本大增。所以呢，目前是從4月份開始統計，200多艘的船已經改掛其他國家的船旗，也就不再掛巴拿馬這個國家的船旗了。當然，對於巴拿馬來說，又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商業上的損失。第二個，中國大陸祭出的就是法律戰了。長江合記最新呢，他已經提出對最高法院裁決提出了一個國際的仲裁，要求當地巴拿馬必須索賠20億美元，這個是在法律層面。最後是在貿易跟投資的一個反制哦。包括未來呢，新的投資會完全的暫停。那麼巴拿馬預估呢，還會少了包括貿易、航運等等的一些投資，損失金額預估達到數十億美元。那麼包括了巴拿馬的農產品也都不能出口中國了。大家最擔心的，巴拿馬最擔心的就是它的香蕉出口到中國佔比佔了70%，農民現在呢，他們的農產品等於沒有地方可以做銷售了。中國3大重拳看到重挫巴拿馬的船旗、它的港口跟農產品，最後是投資信用。因為老師怎麼看？巴拿馬還撐得住嗎？我覺得巴拿馬這個運河的事情啊，就是已經鬧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了。原來我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就是長江合記的時候呢，就是李嘉誠那個公司啊，它是有全世界143個這個駁船的港口，然後呢，他想要賣掉，那時候大陸呢就是305申講說你不可以賣啊。那麼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巴拿馬運河當中靠着太平洋的跟靠着大西洋的這2個頭，這邊的一個港口，一個叫什麼一個叫 Christophe 啊什麼，另外一個叫名字我忘掉了。但是基本上的話呢，這個事情一直鬧到去年的话，就是去年的話呢，就是巴拿馬總統突然呢就撕毀了合約。啊，那長江合記也不用在那邊經營了，然後呢，这個契約也毀壞了，然後呢，就是裡面的話呢，甚至於說是人都換掉了啊，一切突然就是完全沒有了。大陸就是當初就是305申的警告，所以你這樣子撕毀條約的話呢，就像謝鋒這樣講的啊，誰敢投資？
但是同時做好了，大陸有3招非常厲害。其實我說句良心話啊，面對小人呢，就要用小人的方法來制裁他啊。你就反正你到了这個巴拿馬掛的籍的船口，因為大家了解啊，像什麼貝里茲啦、巴拿馬啦或賴比瑞亞這些小國家，他們都是靠這個輪船裡面掛的旗子的租金啊特別便宜的方式來經營的。巴拿馬也是其中的。然後呢，巴拿馬呢開到中國去的船只，因為這個攬貨的情況非常大嘛，通通都限制出海啊，來調查各方面的啊，就是這個航程的興起啊，就出現了大麻煩。那這樣麻煩的話呢，那其他船工公司啊，就是經不起這個成本上的損失，所以呢就要換那個耕駐地啊，只要一換旗子，那就沒事啊。所以說大家心裡很明白，就是中國給這個巴拿馬使绊子。說句良心話，你對我不仁，我只好對你不義，這是第一個。第二個的話呢，長江合記的話，也透過法律制裁啊，因為他們本身的契約還沒有到期。我如果說是沒有記錯的話，還剛延長了30年呢。然後呢，這個契約馬上就毀掉了。毀掉以後呢，他們的要求賠償20億美金啊，這個數字非常大。然後第3個部分呢，就是任何只要有關於巴拿馬進來的什麼香蕉啦、咖啡啦啊，都想都不要想啊，大陸也都不要了啊，都不要的話呢，這個巴拿馬呢馬上就感覺到他原來呢盡心盡力為了承歡於美國所做的這一套的話呢，美國的話呢也沒有理，就川普講的這些話基本上口惠而實不至啊，什麼中國不能夠控制這個中國不能夠擁有這個巴拿馬運河這個管理權什麼的。中國沒有擁有巴拿馬運河的管理權，也只是經營它的港口。經營它的港口的原因，是因為這個中國人就李嘉誠的經營的比這個原來巴拿馬自己經營的要好，就這麼簡單。生意上就是生意上來往，所以說呢，中國本身呢，但是我話整個說起來的話，謝鋒這次講話的話，我感覺到外交戰狼又回來了。好，那同樣的問題，我們也特別請教張將軍又如何看呢？另外，其實川普有說絕不讓中國接管巴拿馬運河，在這個時候又突然間加重語氣去強調，是不是美國也非常的擔心中國大陸的反制對於巴拿馬的衝擊，還有未來巴拿馬態度的轉向？張將軍怎麼看？因為巴拿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戰略水道，到現在為止可能還是世界上最重要，甚至超過波斯灣的我們的荷姆斯海峽。因為那是能源，但是巴拿馬是關鍵的2大洋，世界上2大洋，大西洋跟太平洋。他們如果沒有巴拿馬運河的話，他們繞過去要多了這個14000公里，繞到南邊啊，到阿根廷，到南邊，到麥哲倫海峽，然後再上來啊，你這個是14000公里哎，要航運時間多少？18天呢？你時間成本、你運輸成本、油料成本、人事成本都要算进去，你看多貴。那當然都通用巴拿馬運河，巴拿馬你只要是用貨輪的話，一噸的話大概5到10塊美金，你按照噸來算，然後過去，啊，那貨櫃按照貨櫃的錢，大概10塊美金一個貨櫃，所以它非常重要。你在這個航運在時間，所以我要認為在這一方面呢，是因為我認為這商業契約的問題已經提高了政治問題了，所以今天川普他會出手，因為這個。他看到，如果這個巴拿馬運河被中共一直長期的控制，在那邊營運的話，那美國會被邊緣化。所以這個商業契約可能被政治所凌駕，那川普就要出手。因為什麼？因為中國一直牢牢控制住了，那錢開港也出來了，所以這一個是一個政治力介入的一個非常典型的。第二個，我們要從來開地緣戰略，因為巴拿馬是屬於加勒比海，美國也面對了加勒比海啊。很簡單啊，墨西哥、美國都面對着加勒比海啊。墨西哥灣現在美國改為美國灣了，那加勒比海，你巴拿馬就在加勒比海裡面了。那現在美國是不是想要做3大王？當然嘛，你中国大陸进來的，美國當然要在這方面，他會吃味啊。我是加勒比海國家之一，結果是美國控制的這個巴拿馬運河，巴拿馬整個長度是82公里啊，是很重要的，也是巴拿馬非常重要的收入。現在巴拿馬人口的人均所得是16000塊美金，也是靠巴拿馬運河這個地方可以很多的收入。巴拿馬人口不多啊，才436萬啊，但是它很大，它比2個台灣呢，它是7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了，蠻大的。你不要，那運河是運河啊，巴拿馬那麼多腹地，所以剛才講到那個苑教授講到了咖啡、香蕉，那因為剛好那個緯度就是這個咖啡跟香蕉。巴拿馬我去過嘛，我對這個很了解，就這個尤其氣候蠻炎熱的。第3個，我認為這是影響力的問題，國際的影響力。如果巴拿馬運河被中國大陸所控制，這個戰略咽喉被控制的話，美國的這個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指標性會下降。為什麼？就在你家後院呢，結果巴拿馬整個的營運按照契約，整個是中國大陸所控制，
會對中國大陸來說產生擴散效應，從巴拿馬運河會輻射到整個南美洲。一個是前開港，一個是巴拿馬運河，輻射到整個南美洲的地方都被中國大陸慢慢影響，就是我們所說到的南方市場。那這樣的話，是不是美國就衰弱了？中國大陸是不是崛起了？那美國是不是在中南美洲的政治影響力就會相對的下降？這是美國所憂心的，所以川普想要出手。对，現在川普對於這個地緣政治上面這個戰略咽喉南美洲的管控，其實擔心不斷的在擴大。就是盧將軍幫我們提到了，除了他擔心巴拿馬的掌控之外，還包括了前凱港。因為呢，這個一方面中國大陸他現在處理有關於巴拿馬運河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夠擴大對於前凱港的影響力哦。所以呢，其實美國現在坐立不安的時候呢，是不是我們來看到了秘魯方面，法院也最新裁定要求政府加強監管中資的前凱港。前凱港，觀眾朋友來了解一下小檔案哦。其實呢，它是當年中原海運投資了13億美元打造的一個深水港。當然，它的重要性就是因為它是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在南美最重要的旗艦工程，同時它也是中國去打通整個南美對亞洲出口通道的關鍵節點。對於習近平來說，他非常重視這裡，所以他2024年的時候曾經親自到當地去主持開港啟用之後，還幫助了秘魯它的出口在這邊突然間創下了新高。對於美國來說，我們剛剛提到，等於它的後院失控了，所以他現在也開始炒作各種的理由，包括說中國大陸在這邊有安全上、地緣上面的控制等等哦，還有主權問題等等。那秘魯接下來會怎麼做？其實關鍵也是跟這個巴拿馬有點類似的。但是秘魯真的敢對中國做反制嗎？原因是因為中國已經連續12年是秘魯最大的一個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更是美國的2倍。對於經濟上面的依賴，秘魯其實是非常的高的。秘魯接下來的態度，厲將軍又怎麼看？我先講前開港哈，事實上對整個南美洲跟亞洲地區的運輸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整個節省從33天節省成23天哈。那你如果航運時間減短，當然你的成本就降低哈。那對這個航商來講的話，當然是一個大利多。為什麼大家會覺得奇怪？為什麼秘魯這個前開港運到亞洲來，航運時間反而可以縮短？因為它走的是這個大球航線哦。這個我們知道地球是圓圓胖胖的嘛。那你如果說是從墨西哥或者從美國運輸的話，事實上是這個整個走像赤道這種是最遠的路線，你反而從南半球那邊路線反而比較短哈。所以前開港它的重要性，它對航運經濟上的價值就在這個地方。那前開港跟巴拿馬運河最大的不同是，巴拿馬運河當初是這個美國出資所蓋的，是在第一任羅斯福總統的時候任內完成的，所以美國認為那是川普現在就講了一句話嘛，他說我們絕對不要重蹈這個以前的那些他就是講拜登啦，這些覆轍哈，將這個巴拿馬運河這個經營權讓給中國哈，那這次我們絕對不再做這種事情，所以他這次的前開港，他一定會極力想要在美國的掌控之中，由於是美國的新門羅主義來講的話，他將整個南半球視為他的一個後花園，他當然不允許中國在這個地方有任何智慧的園地。那當然大家可能會說，這個前開港對不對？它就是一個航運的商港，對大家都有幫助，對全世界來講，運輸都有很大的，在經貿上面都有很大的幫助。那美國在擔心什麼？美國在擔心哈，美國就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很怕前開港變成這個中國解放軍如果到南美洲去的話，變成一個運補的一個港口。你知道，如果說當然這前開港造得很大，甚至於可以停航空母艦。是。那如果說是像9洞1這種補給船的話，當然不成問題。那如果中國的這種海軍用這個港口當運補船的話，對美國在南半球的威脅是非常大的。所以美国會竭盡諸般的說法來控制整個前開港。那今年年初的時候，本來就已經在秘魯的法院已經申請過一次的這種法律的訴訟哈，那時候裁判，因為這個港口本來就是中資的，那你這個政府你憑什麼去過度的干涉去管這個港口？當然那時候法院裁定是不可以管，可是美國它不死心哦，它一直慫恿秘魯要再重新再管控這個港口，所以說這一次來講的話，當然是說這個就推翻年初的裁決，要比較這個要監管這個港口。
但是我特別講，如果說你真的是這個秘魯政府如果監管這個港口，對你來講，中國有很多的工具箱，巴拿馬血淋淋的例子就擺在前面，立陶宛也是如此。那中國可以用哪些手段呢？第一個就是這個，它當然我可以申請國際的法院的一個仲裁像巴拿馬一樣求償20億美金那因為這是我出資蓋的，你沒有理由說你要來管你嘛。所以第一個我可以尋求法律的途徑。第二個中國當然也可以對這個秘魯，譬如說是秘魯對中國來講的話，每年出鈔金額是很大的。中國到秘魯來講，總貿易額中秘之間的總貿易額是達到504億這麼多。但是，從秘魯進口的只有178億，反而秘魯那邊到中國的中國到秘魯去的是178，秘魯賣到中國的是比較多，是326。那大部分都是什麼？都是農產品啊、漁業產品啊，或者是它的鐵礦、銅礦這些東西。你要知道，鐵礦中國大可以跟澳洲來買嘛，澳洲現在關係也很好。銅礦來講，還有很多國家也有相關的銅礦。那農產品，那這種狀況，更不用講了。所以它也可以跟巴拿馬一樣，在農產品這方面來講的話，減少對你的採購。那秘魯來講，經濟就會受到影響。第三個如果說是中國也管制秘魯到這個亞洲地區的船隻，它也相關給它做同樣的方式檢查來講的話，對秘魯來講，那這個航運本來一個金雞母能夠賺的錢，那從此賺不到這個錢，對秘魯來講損失會非常大。巴拿馬運河現在是全面的開戰了，尤其今天要來看到中國大陸的大動作反制動作是3連擊哦。等一下我們會一一來看到一項一項的3連擊，打爆了美國在這邊的布局。另外，等一下會來特別看到是招商局在這個時候出重手，要重塑整個港口的版圖能不能做到？等一下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全球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運輸航線哦，包括了巴拿馬運河，現在呢被推到中美對抗的最前線，直接要打的就是這一場經濟戰、航運戰。港口戰，我們現在來一一解讀。最新動作是美國呢這一次出重手，聯手了6國啊，突然間說要高調的力挺巴拿馬，並且一起指控中國在這方面政治化海運，還有侵犯主權。美國找的6個國家，包括了玻利維亞、哥斯達黎加等等的國家一起對中國做出反制。那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最新的回應，這是來自於發言人林健他說的：美方顛倒黑白，無中生有，並且長期霸占巴拿馬運河，武裝入侵。好，中國的3個反制動作，我們剛剛特別看到它的3連擊有哪一些？我們來看到一些細節哦。首先，針對了港口的監督，現在做一個更全面的升級，也就是它做一個這個檢查量暴增到262艘，滯留率也暴增，還有每日的滯留費當然也會跟着提升，費用大約多了5到10萬美元，滯留時間拉長，影響的當然還會有運價跟保險費都會跟着一起上升。那長期下來，船東也會考慮是不是要做避險來轉期呢？衝擊巴拿馬整體的結構。第二件事情，我們來看到大陸，它現在也決定它的航運的路線要全面的做調整，也就是中國航運改道已經不走巴拿馬了。現在呢，中遠海運立即停止在這邊所有的港口的進出哦。那麼嚴重的也會影響到巴拿馬的農產品，像是他們的香蕉、鳳梨等等非常熱門的熱帶水果，70%以上的出口市場現在說遇到重挫。連帶也影響到接下來本來有一個14億美元在這邊的新項目投資。最後，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在法律戰上面也祭出反制，警告包括了馬士基還有地中海航運退出巴拿馬運河兩側港口的營運。那麼長和呢，現在還向國際商會仲裁院來提起了仲裁，而且說這邊索賠金額最高達到了50億美元。剛剛特別提到的招商局現在準備加入這場收購財團，聯手中遠海運，希望能夠搶下40個港口的資產。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賴老師來看這一波美國為什麼突然間要高調聲援，是不是代表巴拿馬運河他們自己撐不住，中國在這邊不斷的給的壓力？那剛剛看到中國的連3招反制，賴老師又怎麼看？不但是巴拿馬撐不住，美國也撐不住啊！因為巴拿馬現在痛苦萬分。當初他這樣做是因為美國要他這樣做嘛，尤其是美國的盧比奧啊，直接就親自介入了，也到巴拿馬去訪問，就是要巴拿馬
那麼違法的去沒收中國的資產，違法的沒收中國的資產，那中國是一個大國啊，怎麼可能不反制？那巴拿馬的政府、巴拿馬的總統，他們自以為是，以為說有美國人當靠山沒有什麼好怕的，所以他們就下手了。中國大陸之前是有先經過外交斡旋，也提出警告，然後我們也看到長江和記本來還想屈服。要找這個美國的一個基金，然後要介入，要賣給他，被中國大陸說你試看看啊，你看現在大陸美國中國大陸有個蠻女她也跑到新加坡去掛旗，現在也被終止了。換言之，也就是說，這一些會影響到國家利益、出賣國家這個利益的這些企業、組織、個人，都會受到政府的制裁。長江和記很快的他就知道他犯了錯，就回過頭來。那現在當然看起來巴拿馬的政府他已經出大狀況了。出了大狀況以後，美國也沒有給巴拿馬錢啊。坦白說，你美國你可以在這個伊朗的這個戰爭燒掉250億美元，你就隨便撥個50億、100億給巴拿馬政府，你就會養他嘛。你養他的事情不就過了嗎？美國人不是這樣子，美國人不會從口袋裡面掏出1毛錢，他只會想辦法從你口袋裡面掏錢放在他的口袋，但是他用的永遠是利用別人來去打擊。好，現在大陸的最大的致命傷在哪裡？在於我們看到第一個就是你只要掛巴拿馬旗的船到中國大陸來，基本上的檢查會比較嚴一點，那就考驗很多船公司，不管你是地中海航運，那是很大的船集團嘛，還有馬士基也是很大的船集團，台灣也有很多船公司。他的船掛的就是巴拿馬旗的，那你現在你要不要再掛巴拿馬旗？你只要掛巴拿馬旗的船，你到中國大陸來，那你靠港停，那檢查的時間就很久了，你負擔的成本就越來越高了。我覺得這個對於巴拿馬的政府來講，它的財政收入會影響很大。為什麼？因為會有很多的船公司開始不掛巴拿馬旗，一不掛，你的財政收入就減少。我覺得這是一個致命傷之一。第二個最大的致命傷是在哪裡？港口的營運。巴拿馬的運河依靠的就是港口營運，而港口營運中有3大港口，其實3大港口都是很賺錢的港口。那也就是說，給地方的給巴拿馬政府財政賺很多錢的港口，2個港口就是長江和記的這個港口，一個就是中遠海運的港口。為什麼？美國的船目前來講，經過巴拿馬運河的船最多的，排名第1名的是美國。可是美國走比較多的是軍艦，因為它的軍艦不斷的穿梭這個水道，所以對於美國來講的話，它不付錢的，它不付錢的，因為它現在要求巴拿馬政府不能收美國的軍艦的過運河費，所以美國使用量排名第1，第2名的是中國大陸。那中國大陸現在不走這條航運，那你想巴拿馬政府會損失多少？對。第3個就是有很多的船走這邊的時候是靠的中國的港口跟香港的港口，那也是中國香港的港口，而他們是最有效率的港口。那換言之，也就因為有效率，所以它本身的吞吐量是大的，貨運的整載量是大的，所以巴拿馬政府的財政收入跟經濟發展是繁榮的。好，這2個港口當初會被巴拿馬這樣弄起來的時候，是跟馬士基還有跟地中海航運有關。他們說你沒收以後，我來幫你經營。現在中國大陸把這2家企業的老闆請到這個家裡辦公室來喝咖啡，應該是喝中國茶了。那喝完中國茶以後，我們很明顯的看到這2家公司，你要不你就是整個失去中國的港口的營運，你要不你就是不要經營這2個非法的港口。那當然，這2家公司怎麼敢經營這2家港口？這2家港口沒有經營，那就荒廢在那裡。這對於巴拿馬的政府的財政收入跟它的經濟發展影響很大。那中國的海運自己也不走了，港口也把它停在那個地方。那請問一下，你巴拿馬政府怎麼應付得下來？所以我個人覺得，美國找到那6個小國，6個小國，各位觀眾朋友，您再看看蓋亞那講的那些6個小國。它對於中美洲跟拉丁美洲，它是沒有任何影響力的，所以那就代表什麼？美國這麼一個大國，能夠產生影響力的，竟然這麼有限，可悲啊！好，同樣的問題也特別想讓將軍怎麼看？現在看起來，巴拿馬已經變成中美
對抗之下的犧牲品嗎？哎，对，巴拿馬運河其實對美國是非常重要的哈，就像是賴教授剛剛所講的，美國軍艦在那邊走來走去，美國軍艦哈，它是為了巴拿馬運河而量身定做的。各位可能不知道，在二戰時期的時候，美國的像密蘇里號这種主力戰艦，它的船寬只有32公尺。為什麼船寬32公尺？它就是為了要通過巴拿馬運河，因為這邊是大西洋，這邊太平洋。那32公尺對主力戰艦，我講一個數字哦，日本的大和號船寬是多少？40公尺，你就知道它為什麼將自己船做這麼窄，做成一條這個流線型比較細長的。那當然，巴拿馬運河對美國來講具有它戰略的重要性，所以美國一直要控制這條運河。那之前我們曉得，就是林健所講的嘛，美國為什麼是曾經对這個巴拿馬運河巴拿馬這個國家曾經武裝入侵過，他就是派他的特遣隊把他的總統諾瑞嘎直接抓到美國去審判。我們都知道這一段的過往的歷史。那這次事情發生怎麼樣呢？因為巴拿馬運河後來就變成由民間商運來經營，那由長和集團標到這個標，再分別在巴拿馬運河的兩端設立了港口。那其實這個相安無事也經營了30年。但是從川普上任之後，他就積極的這個想要控制巴拿馬運河。他用什麼方法呢？他就叫這個巴萊德去收購這個長和集團的這2個港口。但是收購你就收購嘛，但是沒想到在今年的1月居然巴拿馬政府配合美國川普，就由他們的法院直接裁定說是長和集團經營這2個港口是違憲的，就直接把這個長和集團沒收了。那對中國來講的話，他當然要維護自己國家的尊嚴跟利益，還有國家廠商他應有的權益要維持。所以，那你說過第一個就是打官司嘛，叫長和集团繼續去打官司。那第二個，你知道我們剛剛講的巴拿馬這個國家最大的軟肋，也是他靠這個賺錢的，就是我們知道很多國家的船都掛着巴拿馬的國旗，因為巴拿馬的稅金比較少，檢查也少，那很多船東。我去這個掛巴拿馬籍的話，我可以減少我的稅，也可以規避我自己國家對勞工的檢查等等規範，也降低了成本，所以他們都去掛巴拿馬這個國家國旗，掛到什麼程度呢？我跟各位講，全世界有5艘貨輪裡面有1艘是掛巴拿馬的貨旗，那巴拿馬政府也因此每年可以賺3到5億美金的收入，占它國家整體的大概整體的收入將近到5%這麼多，所以對巴拿馬國家是很重要。那如今如果說中國對巴拿馬的船只，事實上它是合法的就你只要靠到我中國港口来，我當然要去檢查，我檢查就很多東西可以檢查，譬如說你的消防栓這個還堪不堪用，有沒有壞掉？那你船上的船員勞工體檢有沒有過，有沒有按照規定等等。如果說這些都檢查下來，當然第一個就會耽誤到這個船往下一個港口運輸的這種航程就會 delay 到，那這個 delay 到影響就很大，因為譬如說船東一定是，譬如說上海港口靠完了以後，他可能下一個港口到日本東京，然後再下一個港口到這個美國的某一個地方。那如果說中間有一個環節 delay 到了，那後續就會 delay 到，那就會增加這些船東的營運的成本，也會增加他的這種保險費等等所以對這些船東也非常的不利。那中國用這一招確實是非常高明了。那緊接下來就看巴拿馬這個國家在這方面服不服輸。如果說是不服輸的話，我想中國還有後續很多的這種這個工具箱裡面還有很多工具箱可以拿出來使用。好，後續的工具箱要持續觀察。不過現在中國大陸出的3招這個反制，可以說針對美國跟巴拿馬是這個招招致命的。除了3招中国的反制之外，在這個敏感時期，我們剛剛特別講的彭博也爆料說，這個招商局聯手中遠海運反攻，要搶下40個港口。那現在也在說，剛好川習會快要到了，跟這個增加自己的籌碼有沒有一些關係？那老師又怎麼看？美國國防部在去年公布了全世界有就是7大海峽跟運河，是他一定要掌控的。因為從英國到美國的這個海權霸權呢，其實就是掌控海峽。哪7個呢？巴拿馬海峽，然後呢，蘇伊士運河，還有呢，直布羅陀海峽、白令海峽、馬六甲海峽，以及新加坡海峽，還有呢，英吉利海峽。其實現在我們知道，赫姆茲海峽
也一樣的重要。對，所以美國現在在荷姆斯海峽等於就是被卡住了。他沒有想到，以為荷姆斯海峽只是從海灣地區運油、運大宗物資，但是呢，它就影響到全球的經濟跟能源。這是在軍事層面哈。那軍事層面，我以上所講的幾個海峽，是不是美國的海軍主要掌控？到現在為止仍然是如此，包含巴拿馬海峽。那軍艦穿過巴拿馬海峽不用收費啊，這是川普的要求。所以，但是呢，美國現在把從川普一開始，中國的科技跟經濟的發展就視為對他的霸權的威脅，所以就開始打貿易戰、科技戰。那現在就延伸到海峽層面以及港口層面，他也看到中國大陸在各個港口的，尤其是中遠集團的掌握，因為很多其實港口是有好幾個這個口岸，那好幾個港口 piers， 但是呢，有一些其實是一個两個，有一些是整個就等於是租給中遠來做，因為它有整體的這種規劃，所以美國在巴拿海峽呢，就等於是把經濟跟商務的等同於軍事，但我覺得這是錯誤的，因為你已經試過要對中國進行科技戰跟貿易戰，搞到後來你變成川建國，對，拜振華，那你現在在碼頭或者是港口或者是海峽上面，同樣是要去驅趕中國，結果你造成的是你經濟利益的大幅的損失，那尤其是相關的国家可能會損失的更嚴重。而你有沒有相對應的補貼或者是援助？有的話那就算了，可是沒有。而它面臨到全球連接在一起，港口再连接在一起的時候呢，那這個損失可能就更大了。所以我是覺得美國自己要認知到哈，你在巴拿馬運河上面的問題，其實你如果把它分為經濟、貿易跟軍事兩種不同的，其實你還是掌控在軍事價值跟這個航海的這個就是主權上面啊，主導上面。但是呢，如果在貿易跟就是航運上面你要去阻止中國的話，到後來吃虧的還是美國跟巴拿馬自己。好，這時候巴拿馬總統可是要急哭了，為什麼呢？因為呢，在這邊我們特別來看到中國大陸這時候僅加70艘的船隻，重創了巴拿馬在這邊的經濟命脈。今天我們會來關心相關的議題，也就是西川會前夕了。中美可以看到角力不斷的升溫，尤其中國大陸現在反制美國的動作明顯的升級。今天要來看到的這一站就是在巴拿馬了，因為巴拿馬的最高法院最新消息廢除了香港長江和記實業公司在巴拿馬運河兩端碼頭的長期經營權。於是呢，中國大陸他就在這邊做了警告，說呢，巴拿馬你現在一意孤行，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並且說會在政治上跟經濟上都會讓巴拿馬付出代價。這話是這樣說，動作是立刻下來了。我們來看到幾項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反制動作。第一個，嚴格檢查巴拿馬籍的船隻以及貨船，造成本來呢在這些船上只要是掛着巴拿馬國旗的貨輪，就得在這邊停靠的時間大幅的增加了。而且大陸還一共是扣押了將近70艘違反規定的巴拿馬籍的船隻，對於巴拿馬進口的貨物，像是香蕉、咖啡等產品，就會受到嚴重的衝擊。同時呢，我們知道海運的成本跟壓力也會同樣的升高。面對於來自於中國的動作，美國方面則是找了6個國家一起來發表聯合聲明，也就是針對於中國的動作，他說這個是海上貿易政治化的動作，警告中國西半球的主權不容你中國在這邊亂動。那巴拿馬的總統則是呢，現在立場也蠻尷尬的，他也只能軟化下來說呢，我們確實已經收到來自於大陸高層的消息，港口合約我們接下來會交給國際仲裁法院來做審理，並且希望能跟中國大陸維持一個良好的關係。態度軟化就是因為呢，接下來因為中國的反制動作，可能會有很多的貨輪船隻，他們原本都是掛着巴拿馬的國旗，但是現在他們就不願意掛巴拿馬的國旗，可能掛其他的國旗，那直接衝擊的就會是巴拿馬的船的註冊收入之外，第二個就是他們的港口的財政收入了。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巴拿馬總統在這個時候立場是有多尷尬，也只能向大陸來示好了嗎？接下來他的損失又會有多大？委員怎麼看？對中國大陸北京政府這一次應該說是打蛇剛好打到7寸之上了哦。就是對於航運界來說，其實大家比較習慣的哦，就是你會看到很多貨輪或郵輪哦，大部分都是掛這個巴拿馬旗幟的哦。
那麼包含台灣自己的幾家這個海運公司，他們也有很多船艦，其實也都是掛巴拿馬籍哦。那麼所以這個叫做什麼？叫做便利期啊，因為長期以來在這個全球的航運界裡頭，巴拿馬籍哦，某種程度來說，是比較方便的哦。那麼會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地缘政治的紛爭。所以巴拿馬大概有多少船只是註冊在巴拿馬下面哦，掛所謂的便利期？大概有8000艘以上哦。就全球的航運界這種大型的郵輪、貨輪，大概有8000艘。我覺得這次中國大陸北京政府很聰明哦，因為他在沒有做過多的政治操作之下，他只是行使了在國際相關法律的合法規定，他執行了叫做港口國的監督檢查。他執行港口國的監督檢查，並沒有違反國際法，這是本來就是任何一個港口國應該有的權利。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你說美國要針對這樣的一個問題來質疑中國大陸，說你為什麼要這個監督檢查的這麼仔細？美國很難有施力點的哦。對，那你更不要講美國揚言說什麼西半球主權不容談判，誰要跟你談判？沒有人要跟你談判啊，我只是好好的來執行我的監督跟檢查嘛。那但是對於船東來說，問題就來咯，他每多滯留一天，他就要耗費數萬美元的滯留費用。那你還不要講說搞不好不幸被扣押了，更慘哦。所以現在這個原本掛所謂便利期，這個期如其名啊，就是很便利。現在已經不便利了，就巴拿馬的旗子已經變不便利期了，所以很多船東開始進行轉籍了，就他本來登記在巴拿馬籍，現在開始轉了，那這對巴拿馬來說的財政衝擊就很大，因為巴拿馬每年的財政收入有3%到5%都是靠收這個註冊費來的。是，那如果大家都來進行轉籍，他馬上的財政收入就會受到衝擊了。那你更不要講說巴拿馬看到川普現在的這個回應哦，是很官式，講得很強硬。可是實質上看起來沒什麼效果，更不要講說川普馬上就要這個眼巴巴的跑去跟習近平見面了。你說在那個時間點上，川普會因為巴拿馬來跟習近平翻臉嗎？那你更不要講說中國大陸手上還握了相當多的籌碼來跟美國談判。所以對巴拿馬來講，他認為川普的力挺看起來不見得會有效果，還不要講說川普虎視眈眈的說要把巴拿馬運河拿回來哦。所以川普也是一個潛在的掠奪者，對巴拿馬來說。那麼因此，當然現階段他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美國並不見得可靠，美國未來可能是個威脅，有沒有必要為了這樣的事情跟中國大陸徹底決裂，立馬就影響到自己現在的財政收入呢？這就是巴拿馬現在稍微示弱退讓，並且希望能夠跟中國大陸有一個良好互動的原因。好，這個巴拿馬的痛其實才剛開始而已。那中國大陸的反制已經對巴拿馬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它還有另外一招，也就是大家還記得嗎？去年我們討論了很多，就是長江和記實業這間公司，它不是要出售它的43個港口嗎？當時呢，我們談到說，這個買家包括了有來自於美國的貝萊德公司之外，還有地中海航運。但是呢，因為這個怕有爭議哦，所以中國大陸的政府是立刻否決了這樣子的一個交易。那最新消息是來自於中國大陸它的招商局介入在這個交易的競標當中了。接下來它會聯手中遠航運一起，希望拿下這43個港口之外。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他們現在還說要一起擴大在巴西的投資，拿下巴西的最大的跟第二大的港口。中美海上霸權競爭現在白熱化了嗎？艦長怎麼看？其實如果我們看到這個有關於馬漢當年寫的海權呢，那有關於海權的本身呢，那其實它不是單獨存在的，它真正的用意也就是說，它必須要以軍艦來講，它要建立這個海上的一個交通線。那這個交通線是為了什麼？是為了貿易，而不是為了軍艦跑來跑去啊。軍艦跑來跑去，以現在的燃氣渦輪來講，很耗油的。那它其實是要維護這個國家的一個貿易啊。那為什麼我們剛剛講到有這麼多的一個就是使用方便期或者的狀況？因為這一些國家，它對於無論是勞動法令、安全法令，或者是相關的稅收啊，比較低啊。那我們講第一名是巴拿馬，巴拿馬其實它所擁有的是3億3千萬噸啊，它的排水量這麼高。第二名是賴比瑞亞，第三名是馬紹爾，
你都沒聽過的國家，因為他們都靠這個賺錢。但是對於美國來講，他強調他必須要掌有這一些水道。我們看到啊，現在真正討論的重點在霍姆茲海峽以及曼德海峽，這個就是美軍他一直要確保的位置。為什麼？因為美軍他就是要掌握我們剛剛講到的海上交通線的部分啊。那對於中國大陸來講，那他現在為什麼招商局又這樣的一個擴增40個碼頭嘞？那其實這個碼頭我們看到的，也就是“一帶一路”不斷的所促成的。那這個所促成的部分呢，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中國大陸為什麼它的大宗的商品波動並不像其他國家這麼強的原因，也就是因為解放軍的軍艦它確保了這個中遠它這家公司的所有的商船都能夠順利通過我們剛剛講到的曼德以及霍姆茲海峽的部分。那中國大陸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們仔細想一想，遠的不說啊，那也就是我們看一看這個在2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也就是對日抗戰的時候。日本其實也就是整個封鎖了，有關於當時中國所有的一個對外的口岸以及相關可能可以支援的港口，所以那個時候才有滇緬公路的出現了。其實就是為了彌補這個部分，也就更不要講說更遠的，也就是甲午戰敗之後的這一個馬關條約啊，那後面所造成的這一個8國聯軍的部分，所以中國大陸現在只是確保它的一個海疆的安全而已。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在中美之间在海上霸权上面的競爭，另外一個同樣也是中美之間的競爭是最新消息，美伊戰事之下，美國呢，它最新將大陸的5家石化企業列入制裁清單哦，包括了說資產凍結、禁止交易。那中國大陸它就反制美國的制裁，它就實施了這個最新的辦法，叫做阻斷外國法律措施辦法，直接不承認美國所執行的任何的行動，等於正式對美國長臂管轄來開火。老師怎麼看？這個事情是4月24號貝森特美國財政部長這邊宣布的。因為美國在對伊朗的戰爭當中進行封鎖的時候呢，他要對伊朗的影子船隊，也就是在銷售伊朗的原油的影子船隊，那大部分其實將近80%是賣到馬來西亞，然後轉到中國大陸，也就是說，其實它大部分是進入到中國大陸。進入中國大陸之後呢，它有相當高的比例是由大陸的這些中小型，他們叫茶壺煉油廠，來在做煉油，大概佔整個中國大陸煉油產量可能將近有2%左右。這樣一個過程，美國要把它斬斷。所以呢，就針對中國大陸的這5家就是煉油廠，恆力石化、山東金城石化、河北新海、山東盛興以及壽光乳清這5家石化公司，也就是煉油廠。那這個會產生什麼影響呢？就是常被管轄，而且他就是要求不只是凍結資產，他們在美國的資產，這還不重要，他要求跨國企業在中國大陸的跨國企業，可能是美國的，可能是國際的，禁止跟這5家進行交易。那會影響到什麼呢？比如說銀行的交易可不可以？就不可以。所以你就會碰到這5家如果要進行 SWIFT 的這個交易的時候，透過國際的銀行就會被禁止。那這樣子一個禁止，中國大陸就反擊了。在5月2號，他就用國務院的這個條例的方式，就是等於禁止美國的這種長臂管轄啊，任何的企業不可以依照美國的這個條例，4月24號都公布的，然後呢，對這5家採取任何禁止的制裁或者是禁止交易的作為。那這個時候，國際上的企業在中國大陸就會面臨到兩難：你要遵守美國，你就會受到中國制裁；你要遵守中國，你可能會受到美國的次級制裁。好，所以這個變成一個兩難。那第一個，這是一個在政策上就讓這些等於是國際上的這個企業就知道，你現在不是只可以單純盲目的跟隨美國的常備管轄，你要付出更高的成本。那這當然就是企業自己本身要有法律上的這個意識。那第二個，我們看到說，它不是用商務部的這個條例，它是用國務院，它把它提升了。它是針對美國的這個財政部，然後它用國務院這個條例的法律位階的提升，代表它重視這個問題。那第三個就是最重要的是，那到底它還怎麼交易呢？
其實也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CIPS 就人民幣交易的系統現在的成熟度跟就是這種貫穿度其實越來越受到重視。這5家它可能大部分就會從過去有一些銀行或者是不管是原油還是設備的買賣用這個 SWIFT 改為到 CIPS， 是，那它就不會去違反到就是說美國的這個條例。那但是如果企業還是支持這個過程的話，它還是会在這個中國跟美國的這個法律之間呢，受到了一個就是它的困境。因此，這個的的確確中美的一個很重要。我们看似小事情，好像是一個法律上煉油廠的一個法律反制但是代表着中國它自己本身在交易系統、在法律上以及在貿易上對國際企業，它已經有這個制裁美國常被管轄的能力了。